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过年回老家和我妈出去一起买年货，却偶遇了高中同学。他开着跑车摇下车窗，对着我吹了声口哨。哟，这不是沈泔水吗？这么多年没见，还是一样拉胯啊，连个车子都没买一辆。你身上这衣服是3年前的老款了吧？买不起牌子货，就别学人家装大款了。男人笑声猖狂，搂过了副驾驶座的女人，正是高中时期我暗恋的白月光沈泔水。这么多年没见，等过2天，我上门给你拜年啊！嚣张的发动机声音响起，伴随着他的笑声，让我吃了一嘴尾气。可他不知道，我在2年前就创业成功，早就不是可以让他们随便欺负的穷小子。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没想过自己会再见到江一朗。高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全国顶尖的大学，而他被父母送出国镀金。后来听说他在国外犯了事，被学校开除，就回到了家乡啃老，作威作福。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着手创业，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这些陈年往事。创业成功之后，我就将母亲接走，在公司附近买下了一栋别墅，供她生活，也方便我照顾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但今年母亲说什么也想见一见那些老亲戚和老朋友们，所以我也就遂了她的心愿，提早给员工们放了年假回了老家。却没想到回老家的第1天，刚从超市出来就遇到了江一朗。那辆嚣张的红色跑车在我和母亲身边停下的时候，我还有些茫然，不知是何原因，直到驾驶座位的车窗缓缓摇下，露出了江一朗那张我至死不会忘记的脸。他的眼神一样的高傲而轻佻，打量我的目光像是在看一只蝼蚁。哟，这不是沈泔水吗？这么久没见，还是一样拉胯啊，车子都没买一辆。江一朗的手搭在了车边，对着我吹了声口哨。听见那个称呼，我下意识地绷紧了肌肉，身旁的母亲对我投来了担忧的眼神。7年前，我刚刚步入高中，家庭惨遭巨变，父亲在工地上意外身亡，可那老板却不肯对我们一家进行赔偿，还扬言要和我们打官司。母亲没读过几年书，听见要上法庭，吓得好几天没睡好觉。那老板又找人对他进行威胁，说要是我们纠缠到底，就让我从此以后都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我是家中最后的希望。母亲在种种压力下，最终选择了妥协。而那个黑心的老板不是别人，正是江一朗的父亲。父亲离世，母亲以一己之力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任。他白天要在工厂里上班，晚上还要去给别人家做保姆，只是几个月看上去就憔悴了不少。为了给他减轻负担，我主动联系了校长，希望可以在学校里找一份工作，也不用给我工资，能够让我免费吃上几顿饭就好。校长可怜我的身世，让我负责给餐厅倒剩菜剩饭，免去了我3年餐钱。高中的学生们还没有学会社会上用有色眼光看人的一面，虽然私底下也有不少人对我颇有微词，看不起我的做法，但至少没有在我的面前诋毁我。直到我得罪了江一朗，其实也说不上是得罪，不过是他父亲给他买了一双限量款的球鞋，而我的母亲恰好给我买了一双样式一样的地摊货，一双上万，一双不过几十。可江一朗却觉得他的身份受到了侮辱。他的父亲是镇子里最有名的房地产开销商，江一朗有傲气的资本，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噩梦降临了。
先是我的课桌被挪到了角落，和垃圾桶做起了同桌，再然后是变本加厉的欺辱。那些本该扔进垃圾桶里的东西，全部都被塞进了我的课桌内。江一朗还会在众人的簇拥下，从我的身边经过时，夸张地扇着风：“什么味道啊？臭死了，跟鱼死了好几天没人管一样。”哎呦，原来是路过沈泔水的位置了。我说呢，臭气熏天的。那些跟在他身后的小跟班们就会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同班同学也曾有人看不下去，将此事告诉了老师，但班主任对江一朗也只是不痛不痒的几句口头教育，反倒是找老师的那个同学成为了下一个被欺负的对象。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了，除了我，只有我。你身上这衣服是3年前的老款了吧？买不起牌子货就别学人家装大款了。江一朗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他笑着伸手搂过了副驾驶座位上的女人，白净的脸，墨色的发，一下子闯入了我的视野之中，与从前一般无二。对了，沈泔水，我记得你之前还喜欢过方墨，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做什么梦呢？是吧，宝贝？江一朗嘲笑我之后，扭头看向方墨，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在他的嘴唇上用力亲了一下。是啊，我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垃圾？方墨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里。如果说噩梦一样的高中有什么仅有的光芒存在，那一定就是方墨。方墨几乎是全校所有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在那个所有人都穿着蓝白色的宽大校服，扎着辫子，刘海不能过眉的年纪，她仅仅只是这样，就已经像是清晨朝露之中的玫瑰，柔弱而漂亮。我和方墨原本是不应该有任何交集的，但那一天，我的书包被江一朗扔进了学校门口的垃圾桶里。那是母亲亲手替我缝制的书包，对我来说格外的珍贵。我趁着晚上所有同学都离开了，独自一个人翻到了垃圾桶内，寻找着我的书包，却最终一无所获。绝望之际，路边昏黄的灯光下，方墨穿着一身雪白的连衣裙朝着我走来，手上拿着的就是我的书包。同学，你在找这个吗？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不夸张地说，他就像是坠入人间的天使。我愣了神，只是呆呆点了点头。方墨没有在意我身上翻找完垃圾之后遗留下来的酸涩味道，只是将书包递给了我，笑容明媚似6月暖阳。我放学的时候看见有人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就替你捡回来了，谢谢。我将手在自己的身上擦了又擦，才终于敢接过那个书包，上面甚至还沾染着他身上淡淡的茉莉香味。没关系，沈旭同学，要加油啊！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会叫我的名字了，而方墨的那一句加油，支撑着我走过了最黑暗的时光。如今，就连这一点点的美好，也被江一朗完全破坏。我站在原地，死死掐着自己的手心。江一朗没得到我的回应，似乎是觉得无趣，轻啧了一声：“算了，闷葫芦一个。这么久没见面，等过2天我去你家里拜年，你总不会介意吧？”江一朗说的是疑问句，但他并不需要我的回复。话音刚落，汽车的轰鸣声伴随着他的笑声一同响起。黑色的尾气在空中消散。阿旭，他就是你和我说的那个。母亲的眼神里带着点点泪花，语气犹豫。我点了点头，没有反驳。他伸出手来，颤抖着拍了拍我的肩膀，抿着嘴唇：“是妈没用，苦了你了。在高中经历的一切，我都没有让母亲知晓，藏得很好。每次回家都装出一副在学校过得很快乐的模样，
只是不希望他因为我操更多的心。直到后来大学毕业，事业小有成就，我才将此事当作玩笑一般的说出了口。可母亲只是听了个开端，就哭得泣不成声。我伸手搂住了她的肩膀，继续走在回家的路上。都过去了吗？你看我们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可她仍旧不放心地看着我。小老太太比我矮了一个多头的身高，却像是要为我挡下所有风雨。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这个年在哪里过都一样。阿旭，妈不想看你难过。我笑着安抚着她的情绪，我已经不会难过了，都过去了。况且他们来才是最好。我和江一朗之间还有一笔账没有算干净呢，一笔父亲的账。早在放年假之前，我的秘书就已经告诉我，江一朗的父亲有想法想要与我们合作。房地产近几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更何况还是在这样的小镇上。而我的互联网公司刚刚经历了一波高潮阶段，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出现低迷时期。与我合作确实是最上乘的选择。可我不希望自己合作的公司有任何劣迹，所以我特意让秘书替我联系了几个人，调查一下江家公司这些年出现的所有经济和法律问题。我不相信我的父亲是第一个，也不相信他是最后一个。我想调查清楚那些高高耸立在云端之间的建筑究竟埋藏了多少人的尸骨。算算日子，也该给我一个结果了。我和我妈一路走回了家中，因为常年不在这里生活的缘故，我并没有在此处增添房产，而我妈节省惯了，一个劲地说从前的房子才会给她家的感觉。打开家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挂在墙上我爸的照片，家中的旧物都还在，虽然很久没回来，但我提前找人打扫过，并没有多少灰尘。可母亲还是坚持自己动手清理。她说这叫做扫去去年的阴霾，要干干净净迎接新的一年。但我在帮母亲打扫卫生的时候，手机却在边上不断地震动。阿旭，看一下谁给你发的消息。我高声应了母亲的话，摘下了手上的手套。不断给我发消息的人是我高中唯一的朋友张林，也是那个替我告老师最后被江一朗欺负的倒霉蛋。但他比我幸运，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并且爸妈都是告知人士。在他们得知了自己儿子在学校里的遭遇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校长，通过各方面的途径联系到了江一朗的父亲，最终才免去了张林更多的苦难。而他也并没有因为江一朗刻意疏远我，反倒因此成为了我无话不说的好友，也是目前高中同学里唯一一个知道我创业成功的人。我靠，阿旭出大事了！你今天是不是遇见江一朗了？那个混蛋现在在群里投票呢，说要在去给你拜年的时候开群直播，让大家都看看你现在的倒霉样子。妈的，真是祸害1000年！我还以为他早就已经死了呢，怎么没在国外被人枪毙啊？阿旭，你可一定要狠狠打他的脸，咱俩能不能崛起就全靠你了，我的好兄弟。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张林咬牙切齿的口吻，他将同学群里的聊天记录全部都截图发给了我。江一朗将我们今日偶遇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人，并且夸张地形容了我的衣服和容貌，不惜用800字作文的架势来渲染我的落魄和不堪，好让他自己更加受人追捧。不出我所料的，高中时期捧他臭脚的那几个男生，现在也一如既往地追随在他的身后，在群里叫得最起劲。最后的投票结果当然是多数性压制，让他们线上观看我出糗的模样。我拿着手机
冷笑了几声，然后给张林打去了电话。他接得很快，一看就知道一直捧着手机等着我的回复。喂，阿旭，你看见我发给你的消息了吗？看到了。我走到了阳台，听着张林对江一郎口若悬河的辱骂，字字诛心，可脑海之中仍旧不断浮现出方墨的脸。我一直都没有添加高中的同学群，他们也并不在乎，而高中的好友，我有微信的也不过寥寥几个罢了。对江一朗和方墨的事情，实在是并不清楚。张林、方墨和江一朗是怎么回事？张林的声音顿住了。他作为我的朋友，最清楚我对方墨的感情。我甚至想着，如果方墨是被要挟的，以我现在的身份，或许也能拯救他于水火之中。可张林的话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阿旭，其实高中毕业之后没多久，江一朗就和方墨在一起了。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方墨是不可玷污的女神，但事实证明她和一般人没什么区别。这些年，江一朗在外面小三不断，可方墨也没有要和他分手的意思，甚至每次都替他擦屁股。我们都心照不宣，他未来注定了是要做江太太的。我长出了一口气，冷空气中形成了朦胧的白雾。我知道了，人注定会改变，而方墨成为我最讨厌的人，也未尝不是时间留下的痕迹。大年30那一天，母亲早早就出门去走亲戚，她知道我不喜欢这些场面上的东西，所以也没有勉强我和她一同前往。而她前脚刚走没多久，后脚大门就被人敲响，咚咚咚的声音，老旧的大门都像是要被人从墙上拆下来。我打开门，一眼就看见了穿着黑色短装羽绒服，染着一头红发的江一朗。惊喜吗？沈甘水，说好了要来给你拜年，我可是说到做到了啊！我还真是害怕他们不来呢。江一朗说完话之后，直接将我的身体推开，然后大咧咧地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着的男人我也并不陌生，是高中时期就常常在江一朗身边围绕的赵建明，以及走在最后的方墨。江一朗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将二郎腿翘在了桌子上。那张桌子昨天母亲跪在地上擦拭了很久，他们也并没有换拖鞋，黑漆漆的脚印印在了客厅的地砖上。我皱起眉来，终于开口道：“至少换个鞋子吧，地板昨天刚刚拖好。”赵建明听了我的话，神情夸张，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不是吧？江少，你看我听见什么了？这样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塌了的危房，竟然还需要打扫？随便蹦跶2下，天花板上的灰就掉下来了吧？”很显然，赵建明略显夸张的表演赢得了江一朗的欢心。他赞赏地看了赵建明一眼，然后点了点头，又用施舍一般的语气对我说道：“沈甘水，大家都是同班同学，我呢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你要是跪下来求求我，说不定我也会让我爸给你一个地下室住住，总好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掉下来的天花板砸死来的好。你说怎么样？”江一朗单手搂着方墨的腰，神情里满是调侃。他给了赵建明一个眼神，对方立刻站起身来，在屋子里四处走动。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赵建明的身上有正在直播的摄像头，而他每去一个地方都要夸张地大喊几句：“不是吧？你们现在还在用蹲厕？你不会和你妈用一个厕所吧？乖乖，这个4件套我只在我奶奶家见过，这么老的电视机你还不扔？是想几10年之后传给你孩子吗？哦，我忘了，你穷成这样，哪里娶得起老婆啊？”为沈甘水，厨房里的垃圾桶里还有剩菜剩饭，不如你给我们表演一个当场吃泔水怎么样？赵建明靠在厨房的门口，
回过头来看向我，眼神挑衅。江一朗听见他的话，笑得用手不断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对，都已经叫沈泔水了，怎么可以不表演一下自己的绝技呢？快给我们看看，就当是提前看春晚舞台了。我看着江一朗的那张脸，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顷刻之间全部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那是高2的冬天，天气很冷，我因夜里被子太薄生了病，发起了高烧。可就算是这样，我仍旧没有请假，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战战兢兢，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只要挺过晚自习，我就可以安心回家。可意外就出现在了这个时候，我在倒剩菜剩饭时，不小心将汁水溅在了江一朗的鞋子上。我很害怕，也很迷茫，因为他从来不会距离这个地方这样近。他说这会影响到他身上上等人的气息。可不管我如何想不明白，江一朗的暴怒都是真的。他一把拽住了我的头发，用力甩了我一个巴掌。你他妈知道老子这双鞋子要多少钱吗？把你卖了，你他妈都还不起，竟然敢往上面泼脏水！沈泔水，我看你真的是活腻歪了。我的身体没有力气，被这一巴掌打得头脑发晕，只能轻声呢喃：对不起。赵建明在一旁煽风点火，生怕江一朗还不够生气。江少，我看他就是故意的，我们这次非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过往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全部都脚步匆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惹上江一朗。江一朗看着我，勾起了嘴角，声音轻蔑：你说的对，我看他是晚饭没吃饱，所以才会走路都走不稳。大家都是同学，我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那不如就让他吃个痛快好了。江一朗说着，给了身边几个人一个眼神，他们便大步走上前来，直接将我摁倒在了地上。所有的饭菜混合在一起，散发出的淡淡的馊味，立刻传进了我的鼻腔内，我几乎作呕。可这还不够，江一朗觉得我吃得不够开心，让赵建明更加用力地将我的整张脸全部都塞进了饭菜里，如同一只被人践踏的野狗。当我的耳边传来他们的嘲笑声时，我就暗自发誓，终有一日，我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没听到江少说什么，还站着不动，等着我请你过来吗？赵建明说着就走上前来，拽着我的手臂就要将我拉进厨房里。大学4年，我为了攒钱，做过很多兼职，扛重物、爬楼梯，数不胜数。早就已经不是高中时期因为营养不良而细胳膊细腿的少年了。我一甩手臂，直接将赵建明甩开。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可我只是死死盯着江一朗。江一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爸给你的，你在嚣张什么？你以为没了你爸，你能活到现在吗？我的话音刚落，客厅之中的氛围就陷入了一片寂静。江一朗啃老是所有人心知肚明的事情，或许私底下说他没出息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不会有人和我一样将此事拿到台面上来说。他坐在沙发上的脸色越来越差，我甚至都能够听见他磨牙齿的声音。我知道我在激怒他，可我要的就是激怒他。坐在江一朗身边一直没有说话的方墨，此刻终于开了口：沈旭，你过分了。他的声音和我记忆之中一样，清冷又温柔，如同春风一般拂面。可我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又或许当初不过是我给他镀上了一层旁人没有的金光。我将目光从江一朗的身边转移，看向了方墨。他穿着香奈儿的套装，耳环是 LV 的，手上的包是爱马仕的，就连指甲也闪闪发光，当真是从头发丝开始精致。
看来跟在江一朗身边的日子，他确实比从前过得好了不少。我挑眉，轻笑了一声。他让我去吃泔水的时候，你不觉得过分？我只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过分了。方墨，几年没见，你倒是越来越分不清楚是非黑白。方墨也许是没有想到我会将怒火转移到他的身上，画着精致妆容的脸逐渐变得苍白起来，看着倒真是有几分我见犹怜的模样。可刚才还看着怒火冲天的江一朗，现在却平静了下来。他放下了翘着的二郎腿，单手支撑起自己的下巴，看着我的眼神就如同看着一只小丑。默默把我们来之前说好的事情告诉他。方墨的脸色越发的惨白，倒是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久久没有出声，江一朗像是变得不耐烦起来，偏头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终于让方墨击破了自己内心的防线。他深吸一口气，注视着我的眼睛。沈旭，当年读书的时候，你和我第一次说话，并不是偶然，我是故意的。我想起了那年在垃圾桶边上的惊鸿一瞥，心脏跳漏了几拍。什么意思？意思是，沈旭，你还真以为会有女神从天而降救你于危难之中吗？这一切都是我们设计好的啊，笨蛋！从台词到默默的衣服和出场时间，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是我让他去找你，也是我把那个书包给他的。我们打了一个赌，赌你是不是真的这么不要脸皮，会喜欢上默默。最终的结果不出我所料，感谢你让我赢了3000块钱，虽然不多，不过我玩得很开心啊。你呀，就是一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江一朗大声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搂着方墨的手臂，宣示着自己的占有权。我站在原地，却觉得这样的冰冷，比起白月光的消散，对我而言，最痛苦的事情是它根本没有存在过。我放在心底总是不断回忆的过往，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罢了。赵建明走到我的身边，侧过身来，对着我笑着。都是因为你，那一周我都没钱买零食。沈泔水，你要怎么补偿我啊？我直勾勾盯着方墨，妄图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丝一毫的慌乱，来证明这不过是江一朗为了让我难堪设下的又一个谎言。可没有，他的眼神里除了淡到几乎可以被忽视的愧疚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所拥有过的美好都是假的。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短暂而剧烈的痛苦之下，竟然是一阵莫名的轻松。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没有说话，江一朗却以为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越发的肆无忌惮起来。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几张100元大钞，甩在了我的面前。给你，就当是当年让我赢钱的谢礼了，拿着去压岁吧。没见过这么多钱吧，你这个穷逼！沈泔水，你一辈子都只能被我踩在脚底下。江一朗大笑着，用手指了指我面前地板上的现钞，赶紧和一只狗一样摇着尾巴捡起来啊！等什么呢？跪下给老子谢恩！我低下头，那几张孤零零的现钞就像是我从前的自尊，被人随意丢弃，被人看不起。可现在，我会自己将它们全部捡起来。我的语气平淡，甚至带了些笑意。这点钱，连我平时吃顿饭都不够。江大少爷，你就这点实力吗？还是说江家要破产了？江一朗被我彻底激怒了，他直接从沙发上猛地站了起来，冲到了我的面前，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沈旭，你他妈说什么呢？信不信老子撕了你这张狗嘴？他的脸边青筋暴起，另一只手也死死握成拳头。方墨见此不妙，立刻跟着小跑了过来，抓住了江一朗的手臂。一朗，你冷静一点，你别忘了。他的声音很轻，
可我还是听清楚了，应当是为了告诉他别忘了现在还在直播的事情吧。江一朗听了他的话，脸色一变再变，但最终还是松开了手。他站在我的面前，双臂环胸，冷笑了一声：“沈旭，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肿脸充胖子，你不过就是想要在默默面前维护自己仅存的一点脸面罢了。我绕过你这一次，但你要是再敢说江家一点点不好，我让你和你妈都吃不了兜着走。我的身后就是我爸的遗照。”江一朗在我的面前越嚣张，一会儿只会跌得越疼。方墨也有失望的目光看向我，甚至还摇了摇头。沈旭，我原本以为你虽然没钱，但至少是一个诚实的人，可现在看看，你太让我失望了。他说着，甚至还叹了口气，就像是连自己也带入进了现在的角色之中，去掉了那一层滤镜。现在的方墨对我来说，和普通的高中同学没有任何的区别。失望？我根本不在乎。我拿出手机看了眼未读消息，就在昨天，秘书已经将我家的地址告诉了江一朗的父亲，让他亲自上门和我谈合作的事情。算算时间，应该也快到了。灭屏幕，我重新对着江一朗开口道：“江一朗，不如我们也打个赌，如何？”他刚想转身重新坐回沙发上，听了我的话，回头看向我，那眼神恨不得吃了我才算开心。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和我打赌的？你不是想看我给你表演吃泔水吗？要是我输了，我就表演给你看；但要是你输了，你也要表演给我看，如何？江一朗眯起眼睛看向我，似乎是在思索我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可他对我10年如一日的不屑，到底让江一朗点了头。在他的心目中，大概无论赌什么，我都赢不了他。好啊，你说赌什么？就赌你爸爸江氏集团的老总会在10分钟之内求着我，让我和他合作。江一朗听了我的话，脸瞬间涨红，然后猛地笑出声来，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听见他在说什么了吗？我爸求着他合作，哈哈哈哈哈！沈旭，你还真以为自己读了几年书就他妈的成天才了？你他娘的昨天泔水吃多了，脑子有毛病了吧？江一朗眼角的眼泪都笑了出来，一个劲地拍着自己的大腿。就连一旁的赵建明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只是笑声没有他那样张狂罢了。我任由他们笑着，等他们笑完了，才又问了一遍：“赌吗？”“当然赌，凭什么不赌？”“沈旭，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自讨苦吃。”江一朗命令赵建明将厨房里的垃圾桶搬了出来。时间1分1秒的流逝，江一朗眼中的鄙夷也越来越浓厚。沈旭，我要是你就自己投降，说不定我心情好了，还可以放你一马。我什么都没说，自顾自回复着张林的消息。终于，在第9分钟的时候，敲门声响起，江一朗脸上的笑容顿时有些僵硬。我收起了手机，打开了门。哎呦，沈总，总算是找到您了。您这地方可真难找啊！门外站着的，赫然就是江一朗的父亲。他喘着粗气，拿着手帕擦着额角的汗水，但在我的面前却不敢流露出丝毫的愤怒来，只能舔着脸，洋溢着笑容。爸，你怎么在这里？你叫他什么？身后传来江一朗不敢置信的怒吼声。江总的眼睛顿时瞪大，然后又立刻皱眉呵斥道：“我还没问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不是说要去同学家拜年吗？不巧，我就是令郎的同学。”我笑着侧身让江总走进了屋内。至此，所有的演员全部都到齐了。江总听了我的话，眼珠子直溜溜转了一圈，立刻开始和我攀起了关系来。原来你和朗朗是同学啊？哎呦，
这不就巧了吗？沈总，我们家朗朗不争气，以后还要靠沈总多指教呢。江总的手里攥着合同，双手不安地摩挲着，就连身板在我的面前都佝偻了不少。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江一郎已经先一步拽住了他爸的袖子。爸，你干什么呢？他就是一个穷逼，你干嘛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地丢死人了？江一郎话音刚落，江总的眼神立刻变得锋利了起来。我笑道：看来江总您的儿子并不稀罕我的指教。说起来，我和您儿子确实有缘分。高中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我也不会这样努力的读书，不会这样努力的想要出人头地，或许也不会有我的今日。江总听了江一朗的话，又听了我的话，一时之间也拿不好分寸，不清楚我和江一朗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只是结巴着说道：那这合同，沈总您看。不急，我转过身，拿出了父亲遗照边上的3根香，点燃，插了上去。江总应该知道，我这人合作有一个既定要求，就是我不和有任何黑历史的公司开展合作。知道，我们公司可是老牌了，好几十年了，不可能有任何黑料的。江总的脸上带着笑容，眼睛眯在了一起，汗水打湿的头发粘在他的额头上，看上去和工地板砖的工人也没什么区别，哪里就高人一等了呢？我冷眼看向他，轻笑了一声：是吗？如果没有，我父亲是怎么死的呢？3年前死在你工地上的工人，被你逼死的那一家人，都是怎么回事呢？江总的脸色变得惨白，而我将提早准备好的文件甩在了他的面前。江总，我努力站到今天的位置，就是想问你一句，当年我父亲的死，真的和你们公司一点关系没有吗？想起父亲，想起我和母亲的这些年，我加大了音量，文件落了一地，都是江氏集团这些年以来所隐藏下来的工人死亡的案件，仅仅是这几年就有13个人之多，分明是他们为了省钱，给工人置办了没有通过安全检测的设备，才导致这样多的家庭分崩离析，甚至还在此之后威胁对方不能声张。这样的手段，他们乐此不疲地用着。江总的身体颤抖着，想要蹲下身捡起文件，却又力不从心。旁边已经看傻了的江一郎此刻终于回过神来，对着我怒吼：沈旭，你他妈什么意思？我爸才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不会，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看看你自己，你爸是个烂人，这件事情很难理解吗？我嗤笑着，对江一朗的谩骂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反倒是方墨猛地看向赵建明，对着他歇斯底里地吼着：把手机拿出来，把直播关了。直到此刻，赵建明才如梦初醒的想要拿出自己的手机，动作无比的慌乱。我看着他满头的大汗，冷冷开口道：不用找了，没用的，我已经拜托了张林，将今天的这场直播变成了全网直播，你们还有江氏集团全部都完了。听了我的话，江总就像是卸掉了浑身的力气，双腿一软坐在了地上，眼神空洞，还在不断喃喃着：完了，全部都完了，我的公司，我的人生全都毁了。是啊，都毁了，可他毁掉的又何止是一个人的人生？江一朗大吼了一声，朝着我冲了过来：沈旭，我杀了你！可江一朗的手刚刚碰到我的肩膀，就直接被我一个过肩摔了下去，好死不死的，那张脸正好对着垃圾桶，他的头埋进了厨余垃圾里，四肢如同野兽一样扭动着。也好，就当你完成赌约了。没有关严实的门被人推开，警察就站在我家门口：江中，我们来带你回警局接受调查。而作为江中的儿子，
江一朗也没有逃脱被带走的命运。他走的时候，脸上还沾着鸡蛋壳。赵建明恨不得蜷缩起一个球，从我的视线范围之内立刻消失，自然是不敢和我多说话的。倒是方墨，在眼睁睁看着江一朗被人带走之后，回过头看向我，那双漆黑的杏眼里满是泪水。沈旭，我闭嘴，要么你自己滚，要么我帮你。我没心情听方墨念叨那些陈年往事，他也没有料到我如此绝情，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巴离开了。等母亲听到消息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张开双臂，站在父亲的遗照前，朝着他笑着：妈，我替爸报仇了。年过半百的女人眼中流下了热泪。江中最终还是进了监狱，而江一朗失去了所有的家产，成为了一个废人。张林告诉我，他也去找过曾经关系不错的朋友，可对方听见他的名字全部都避如蛇蝎，根本不带搭理的。而方墨也没能和他分手。原来在江家出事以前，他为了保证自己可以成功嫁给江一朗，竟然自己在避孕套上扎了个洞。现在怀了孕，却不再是江太太，而他们高中时期对我所做的一切，也被网友们扒了出来。不大的镇子里，他们成了真正的过街老鼠。江一朗性格高傲，却没有学历，最后竟然天天在家里喝酒买彩票，妄图一夜暴富，让方墨这个怀了孕的女人出门工作。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张林告诉我他要结婚的时候。方墨受不了江一朗的烂醉如泥，竟然打了孩子和赵建明私奔去了，最后被江一朗逮住。赵建明在和他缠斗的时候，不幸被推到了街上，被卡车撞死。而方墨也在此之后发了疯，这算不算恶有恶报？怎么不算呢？我笑着将房产证递给了张林，这是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彼时我的公司已经成功上市，母亲已经跟着她的好姐妹出去旅游去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